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老话常说病从口入，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容易生病，这是因为吃的不健康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在竭尽全力的去避免接触致癌的物质，但是有些有害的物质却披着糖衣炮弹，堂而皇之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很多人每天都在吃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医生都不会吃的8种食物，一定要知道。第一种，人造海味食品，营养价值非常低。很多朋友吃火锅的时候都很爱吃鱼丸、虾丸、蟹棒等的这些人造海味的食品，其实呢，它们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低。人造海味的食品中含有食用明胶、香精、色素、增白剂等10几种的添加剂。这些食品添加剂调配出来的人造海味食品，它的营养价值极低。2. 人造奶油，导致心脏疾病。人造奶油是把植物油经过加氢处理后，把它变成固体，模仿天然奶油的形状和味道，再加入一些防腐剂、香精、色素等等，来达到和天然的奶油口感差不多的效果。人造奶油广泛的存在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中，例如奶油蛋糕、奶茶中都含有人造的奶油。长期超量的食用人造奶油，除了可能会导致心脏疾病，还可能会诱发肿瘤。3. 人造加工肉食可能致癌。火腿肠、肉罐头为达到更好的口感，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肥肉和淀粉，就导致了高脂肪、高碳水化合物、低蛋白质的低营养肉类。另外，加工肉食吃太多还会增加患癌的风险。英国癌症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，热狗、香肠等的加工肉食摄入过量会增加胰腺癌和糖尿病的危险。另外，加工肉类吃太多还会增加肠癌的风险。英国卫生部告诫大众，红肉和加工肉食日摄入量应该控制在70克以下。第4种，鸡头，有害重金属。我国有句名言，10年鸡头胜砒霜。为何鸡越老，鸡头的毒性就会越大呢？医学的专家分析，其原因是鸡在啄食中会吃进去有害的重金属物，其中大部分是储藏在鸡头里面。第5种，勾兑饮料、果味饮料，食品添加剂勾兑的。果汁不等于果汁饮料，果汁中的原果汁含量高达 50% 以上，而果汁饮料只有 10% 到 20% 左右，剩下的主体成分是水和糖。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饮料，其中的原果汁含量更低，有的甚至一滴果汁成分都没有，纯属于食品添加剂勾兑出来的带有果味的饮料而已。有些不法商家主要是出于一些成本的考虑，用少许的水果加水后榨汁，榨出来的果汁味道一般是比较淡，所以甜味不足的时候就加甜味剂，香味不足就加香精，或者是加浓缩果汁。这些果汁、香精、果浆等的含有添加剂里面的有柠檬黄等的成分，长期食用含有这种成分的食品，容易加重人们肝脏、肾脏等器官的负担，从而会影响人们肝肾功能的发挥，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。第6种，果脯蜜饯，引起肥胖，增加肝肾的负担。果脯蜜饯一般是用品质较差的水果，经过糖制，一般要在 65% 以上的糖溶液而得，再添加一些色素，使外表晶莹剔透。果脯蜜饯的维生素 C 几乎是损失殆尽，更糟糕的是其含糖量一般都在 80% 以上，大量食用容易引起超重肥胖。另外，果脯蜜饯中一般都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，蜜饯类的产品在加工的过程中，要在腌制前用亚硝酸盐对原料进行处理，以抑制氧化变色，增进果实的渗糖，并具防腐作用。但亚硝酸盐是一种强氧化剂，可使人体血液中铁血红蛋白氧化，
失去运氧功能，致使组织缺氧，还可使血管扩张、血压降低，出现轻脂而中毒。在胃肠道的酸性环境中，还可转化为亚硝胺。亚硝胺致癌的作用强烈，可引起食管癌、胃癌、肝癌和大肠癌等。蜜饯常含有香精等的添加剂，可能损害肝脏等的脏器。含有较高盐分，也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和肾脏的负担加重。第7种，腥味太重的海产干类可能致癌。水产品本身的蛋白质丰富，但在腌制、干制、存放等的过程中，却会导致蛋白质分解，产生较多的胺类物质。胺与食物本身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结合，产生致癌物亚硝胺。海产干品腥味越大，蛋白质分解越多，所以购买水产干货时，选腥味稍微小、干燥的。且买回家后放在低温密封储存，尽快的吃掉。用这些食物做餐，不要另外加盐。第8种，有一些价格额外便宜的浓汤，没有营养。大家都知道，一锅汤要炖好，原材料的新鲜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有些饭店的汤并不是用新鲜的原料炖出来的，仅仅是靠一些添加剂。一个砂锅放入鱼头，加入几种白色的粉末，加水煮开，一锅鱼头浓汤或者是肉骨浓汤就熬出来了，根本就不用我们想象中的炖几个或者10几个小时。这里面加的白色粉末就是人工合成的添加剂，并没有什么营养，甚至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了损伤。虽然不是所有的餐厅店面卖的这些食品都是如此，但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技巧。吃对食物，记住6个疑点。1. 菜色浅一点，过分艳丽的菜色难免加了色素。以鲜榨果蔬汁来说，100%的果蔬汁原料榨出来的汁颜色不会很鲜艳，很快就会氧化变色，尤其是久煮不变色的红汤和辣椒酱等，可能是非法加入了化工原料，千万不要吃。2. 香味淡一点，自然之菜香往往是纯而不浓，久而不烈。刚上菜时香气扑鼻，但香气不会持久，只有开始一闻出的头香，没有原料天然的持久香气。这样的菜一定是加了香精、香料。3. 口味轻一点，尽管少点过分香、艳、辣的菜肴，菜肴中的盐和味精尽量的少些。食物原材各有其味，淡中有大味，要想菜的口味变得浓很容易，可是要做到淡而有味就难上加难了。4. 品种杂一点，一是分散风险，二是均衡营养。5. 素菜多一点，现在大部分人点菜的比例是荤多素少，酒多饭少，油多汤少，结果是血脂高、血糖高、血压高。根据膳食平衡的原则，蔬菜豆类制品要占总菜量的1半以上，少吃用油煎炸的菜肴和点心。6. 总量少一点，少吃长寿，少吃安全。什么菜都吃一点，什么菜都少一点，不要因为喜好某样的菜而偏食多食。许多风险都是偏食某种食物造成的，万一吃到一种有毒的菜，吃的量少，毒性就小，甚至可能会忽略不计。吃对食物才能够健康一生，这些医生都不会吃的东西，也要提醒家人朋友尽量的不要吃。很多慢性病就是这样吃出来的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出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